听一下这段录音。不管开发商什么套路，怎么诱惑，我坚决不买房。我20多岁出社会，要牺牲20-30年的幸福去成就资本的利益，那是不可能的啊！有人要抬杠了，说你不买房，那孩子上学读书怎么办呀？那这婚我也不结了，这总行了吧？读书已经耗费了我10几年，然后拼命工作，再有40多年，人生就这么短短的几十年，我凭什么要为资本炒出的天价房去买单呢？第一批00后呢，正在整顿中国的房地产啊。最近呢，许多开发商都在抱怨，国家为了救这个楼市啊，是又降首付又降利率，不限购，再加各种补贴啊，一顿操作猛如虎。结果没有想到呢，现在的00后了，真的是不好忽悠了。他们呢，正在把开发商呢逼上这个绝路。不得不说呢，现在的一个00后呢，真的是活明白。活通透了啊，就是年纪轻轻的就看清楚了这个社会运行的一个底层逻辑。在以前的一个社会体系当中啊，结了婚呢你就得买房，对不对？买完房呢你就得生孩子，然后呢想尽办法去给孩子补课，然后进重点高中，考上大学，什么985、211。等这个孩子进入到社会之后呢，他们呢又开始新的一轮拼命的一个工作和赚钱，然后呢再结婚再生孩子，如此的一个反复循环啊。每一个人的一辈子呢，都过的是忙忙碌碌，终日呢是不得喘息啊。这套社会运行的一个法则呢，最残酷的一点就在于，但凡呢你是一只脚踏入这套体系当中，命运的一个齿轮呢就开始转动了。它呢会让你心甘情愿的牺牲自己未来30年的一个劳动，就为高额的一个房价包括育儿成本买单啊。现在的00后啊，终于想明白了游戏规则啊，既然是你们制定的，那不玩了就行了呗。这就是当下00后普遍的一个想法啊。人生呢是短短几十年啊。他们呢是操控不了开头，也操控不了结局，更改变不了这个规则，那怎么办呢？干脆选一个更舒服的一个活法呢？这个儿孙呢是自有儿孙福，那没有儿孙不就行了吗？我就想了，房价不是不降，那好，那我不买总可以嘛？丈母娘呢是一定要这个婚房，行，那么不结婚呗？任你说的这个天花乱坠，那就坚决呢不做这个接盘侠，因为呢他们是彻底想明白了，即便你贷款呢买一套房子，你能够保证这个30年它是不失业吗？你能够保证你的收入是一直稳定的吗？你能够保证你不会被裁员吗？看看过去啊6年的一个时间，法拍房的一个数量呢从9000多套暴增到去年的200多万套，直接是翻了200多倍。这背后呢是多少个家庭的一个支离破碎？你说这些人不努力吗？他们不勤奋吗？他们够努力也够勤奋，结果没想到呢，突然有一天是失业了，这个行业没了，他们的一个生活呢每天都是谨小慎微，工作上面呢那是点头哈腰，不敢生病，不敢失业，却依旧摆脱不了命运的一个黑手。真的是啊，现在00后呢不买房真的不是什么躺平，他们呢仅仅是为了自己的一个生活自保。更关键的是啊，中国的一个人口出生率呢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下降。短短6年的一个时间啊，出生人口呢就从1883万下降到去年的一个800来万，出生人口呢几乎是减半。该着急的到底是谁？你说到底是负债累累的开发商，还是背负巨额城投债的一个地方城市呢？反正呢肯定不是无债一身轻的一个00后。不得不说呀，这些00后真的是活通透了。他们呢继整顿职场之后啊，正在用自己的行动呢开始整顿楼市，终结了中国高房价的人呢不看这个开发商，也不看地方城市啊，就靠这些00后了。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看的，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。